男人走到街边的垃圾箱前，将一支2B 铅笔小心翼翼地立在上面。很快，一辆路过的出租车碾过，路面积水溅起的水花正好打在铅笔上，铅笔啪嗒一声掉落在地。旁边正喝咖啡的老人见状起身想去捡起这支铅笔，这时一名骑自行车的小伙从老人身后疾驰而来，为了避免撞到老人，小伙猛转方向，连人带车一头扎进了前方的水果摊。一旁的流浪汉连忙上前去捡地上的水果，摊主见状立刻冲出来阻拦，几人瞬间争执拉扯起来。这混乱的一幕恰好被路口公交车的司机看在眼里，司机看得入神，完全没注意到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了红色。就在这时，一名女人正走上斑马线，疾驰而过的公交车避让不及，将女人撞了个正着，女人当场殒命。在所有目击者眼中，这不过是一连串巧合叠加的交通意外，但事实上，这一切都是男人精密计算的结果。他仅凭观察周围的环境，就在大脑中完成了全场景的模拟推演，精准预判了公交车抵达路口的时机。他知道，只要加入立铅笔这一个微小的变量，就能触发一连串连锁反应，即便被警方查到，也很难被定性为犯罪。而他的目标正是那名死于车祸的女人。警方赶到案发现场，逐一询问了所有目击证人，初步结论和所有人的判断一致，这只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可现场遗留的那支铅笔却引起了警员的注意，他们猛然想起前几日发生的另一起交通意外现场也出现过一模一样的铅笔，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所有人。难不成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连环阴谋？可想要实现这样的犯罪，难度几乎超乎想象。就以这起案件为例，交叉路口有37名行人、22辆轿车，还有2辆大巴，整个场景涉及120个变量的微分方程，而这些庞大的计算都需要在一瞬间完成，这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众人都觉得这个想法太过荒诞，忍不住自嘲。可这时，警员突然脸色变得沉重。警方火速赶到现场，和之前不同的是，这起事故中并没有人死亡。警方在现场反复搜寻，也没有找到那支标志性的2B 铅笔。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以为之前的猜测只是多虑。可就在下一秒，那支熟悉的2B 铅笔缓缓从事故车辆的车底滚了出来。